你靠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学在吃饭的这些人，你却否定这个历史的价值，否定这个文化文学的价值，你就是枉读圣贤书的斯文败类。吕捷的说法其实就是意识形态使得他胡说八道。一个读历史的人怎么会说出这么无知的话？这不是后生的傲慢是什么？你污蔑先人的知识遗产，只是为了要博取流量。他的揶揄的微言大义了啊，鸵鸟从容。其实他是直接对你来的啦。知识话语权变权贵阶级的专利是一种特权，也因此故意让人看不懂。这种现象叫做知识的傲慢。他对历史是一无知悉耶，因为孔子就有教无类了。就是因为孔子才使得所谓的贵族教育变成普及的平民教育啊。知识早就不是权贵阶级，所以他就在那边肆无忌惮的在那边大放厥词。不过就是要哗众取宠，因为他知道祖先不会跳出来给他两耳光。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08课纲当时老师爆红的时候，一出来说，很多记者是跑去问吕捷看法，不然他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话语权。而且他那光这一篇我可以看了，现在也累积了1-2万个赞，分享的很多。还好是说我后来积极做了批评。就我也被转传了很广，很多人跑，因为像最近因为有时候有一些造势现场嘛，那我们有时候去帮忙助讲，竟然也会有人跑来跟我说，你那篇吕捷讲得真好。我觉得他这样子自称历史名师的，就是要你们这些学历史的人去对付他。对，所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他讲垃圾文，你就讲正文。那我觉得民众也好，学生也好，他是有判断力。对，你也不要太低估了年轻人、学生的一个智商，也不要低估社会一般老百姓的一个智商。他那时候批，因为他就是其实他是直接对你来的啦。他当时就说呢，古代财富是教育的门槛。读书识字不容易，知识话语权变权贵阶级的专利是一种特权，也因此故意让人看不懂。这种现象叫做知识的傲慢。我就觉得光这句话里面，他对历史是一无知悉耶。他靠历史吃饭的，你说他一无知悉可能是夸张，可是他是故意扭曲事实。对，因为孔子就有教无类了嘛。是啊，所以知识早就不是所谓的权贵阶级。孔子的时候，我上课讲孔子，我都跟学生开玩笑，孔子就是世界上最早开补习班的人啊。对，就是因为孔子才使得所谓的贵族教育变成普及的平民教育啊。所以你在扯什么鬼话？如果没有孔子这样有教无类的现象的话，汉朝初年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布衣倾向，甚至布衣皇帝的这种状况。诸子百家哪里来？对，他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所以我这一次我真的是被吕捷气到，就是实在是觉得乱讲一通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文言文的使用呢？就是有疑虑，就是出现一个社会的我真的用疑虑。为什么？因为有人就是说不好啊，吕捷就是踩着那个点上来。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跟老师讨论一下吕捷的说法。他说什么文言文就是知识的傲慢？我觉得他不但偏狭，他其实就是意识形态使得他胡说八道。一个读历史的人怎么会说出这么无知的话？那我觉得他这个话其实不过就是要哗众取宠。然后再来呢，他说这是什么知识的傲慢？我要说，他说这个话是后生的傲慢，因为他知道祖先不会跳出来，不可能跳出来给他两耳光。所以他就在那边肆无忌惮的在那边大放厥词。这不是后生的傲慢是什么？你污蔑先人的一个知识遗产，只是为了要博取流量，连品格都有问题。那就不要讲他的历史知识如何，我不便评论，您可能比我更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人品就有问题。是，所以我说像这样的人，我其实说像这种你靠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学在吃饭的这些人，你却否定这个历史的价值，你却否定这个文化文学的价值，你就是枉读圣贤书的斯文败类。其实我非常同意老师刚才的说法。因为吕捷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他这个这他在他脸书自己贴的图1000多年前的事你如数家珍，70、80年的事你却一无知悉，1000公里外的过去你如丧考妣，教育你的土地你反而视而不见，这完全在打意识形态牌就我请问你凭什么说别人养育你的土地你视而不见？
你从哪里得到证据说我对养我的土地视而不见？你这根本就是意识形态，就是一句话要抹黑别人。他有一个预测的立场，他根本就是预设立场。我们不管是对1000公里外的悲剧，还是在我眼前发生的这个社会悲剧，我们都有共同的一种对生命的一个悲悯。更不要说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你看今天发生的那个，你传给我看那个新闻，校园的割喉案，我们哪一个老师会不痛心？学校发生这样的事情，哪一个父母会不着急？为什么学校现在暴力事件如此？谁说我们对我们的周边不关心？你凭什么这么说？其实老师刚才提了一个重点，你是吃这行饭的人，是，结果你竟然对历史如此的贬责，因为他其实写了一篇这个脸书，我相信老师也有看到啊。那没有，我不看垃圾文。但今天可能还是要请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你怎么看？好吧，因为他是针对古文的部分，所以因为我是用历史的解法，我们来看一下吕捷那时候，我只截录其中一段了哈，在写在他的脸书上面嘛哈。他说了这个所有对话为了方便流传后世叫精简精简再精简，其实光这句话就搞错文言文产生的一个根本的背景，或者说，其实随着书写材料的复杂化，文言文也没有大量的变成白话文，而是白话文跟文言文一直都是并存的状态。他讲出这种话，就是本身就是我认为，因为他是知道历史的人，他讲这种话真的很可恶。然后这里是就最荒谬的一段哦，当时他的脸书写的，他说有一天呢，小明跟小华两个人的对话本来是这样：小明，你等一下下课要去哪里？小华说憋了一上午，我等一下要去上厕所。小明说反正我也没事，那我们一起去好了。然后这段对话写成古文会变什么？名曰何往，华逆，对曰同往。这一段毫无意义的对话呢，一旦出现在伟人日记里，经过后人各家学派的堆叠解释，给其道德意涵、民族大义，这个伟人又身处乱世，川岛附会之后，编入国文课本啊。当然，我们今天国文老师就来解这个问题啊。上国课便这样：小明在求学的时候，腰怀国家天下，天下兴亡为己任，有感国家破败，宵小事起，对外族入侵、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在眼前。一日下课的时候，他在《京城时报》分析天下大事的社论后呢，感叹国家要何去何往啊！各位同学要注意，这个往是双关，有怎么办的意思。他在揶揄这个所谓的微言大义啊。邻座的小孩悲愤说，国家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一样，要不断的向下沉沦。各位同学，这里要注意哦，这个逆也是双关，有投河之见或以身报国之意。最后，小明跟小华说，如果有一天我会跟你做一样的决定，这就是我们要今天跟大家讲的故事，叫投尿从戎。老师第一次看到，应该震碎三观，你知道？这种垃圾文，我真是劝大家不要浪费生命了，不值得我们讨论，不值得去读。这样捏造这样的一个故事，只是为了要怎么样？我觉得为了要哗众取宠，为了要博取流量，我觉得意义还有哪里呢？我们花时间在这里讨论这种文字，我觉得都是浪费我们的生命。浪费我们看直播的观众的时间。所以老师，你有没有遇到像吕捷这种文章，你会怎么样去跟他讨论说，像这个文章不值得看，或者是说这个文章里面有什么样的秘密？直接告诉他，这一段文字里面所讲的都是一个捏造的假故事，然后你就把像你刚才就很好啊，你就把投笔从戎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故事讲给他听。对。那最好，如果还有家里有故事书翻给他看，你看这上面有班超哦，人家是投笔从戎哦，请问投尿从戎没有发生过？没有发生过嘛，而且也不通嘛，怎么个投尿？那个尿有办法让人投哦？这个句子都不通顺嘛。你说哪一个人的尿可以投，或者你要投河都可以投，那尿我说谁撒一泡尿你可以投得进去的？你投给我看，你请吕捷示范投尿从戎，请他示范。北一女已经是头牌的学校了。过往其实我们知道教改很多时候会去采集，就是说当地老师的各个老师的一个反馈嘛。可是教改现在会听基层老师的反馈嘛？还是只是听没有，反正完全没有。我其实不知道，因为我就没有被问到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们反映一些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或者是这一些专家学者会觉得说，老师们就是不长进，不能够接受新观念，不能够接受新方法。那所以如果你质疑的话，你直接会被贴上标签，你不能与时俱进。就像吕捷这样。是啊。他就批评
自知，谁造成的？教改失败。对啊，那你这教育官员，你们不需要检讨吗？我觉得最可怕的，现在教育官员完全不检讨啊，什么都不检讨，他们什么都对啊。你们什么都对，我们社会就不会乱成这样啊。